上期才说到玩车哪有那么的一帆风顺，那么既然这么说的话，秉持着求锤得锤的因果关系，这他不就来了吗？事情是这样死的啊，目前这台组中改了 Hybrid Racing 冷进气、Skunk Tail 进气气管、Skunk Tail Alpha 头段、Dragtail 2.2突轮轴以及 410cc 喷油嘴、J37 节气门和节气门垫片。这个 410cc 和 J37 节气门是个什么东东呢？本田自家产品，从削尖脑袋的本田 SUV RDX 上拆下来的 410cc 喷油嘴，而 J37 节气门则是从 MDX 上拆下来的，这是从原来的尺寸上变得更粗更大，外加给这个长腿进气穿上黑丝，以免雨雪天吸入了不该吸入的东西。就这么些东东，你把它们拼到一起，理论上讲可以迸发出不错的马力。为什么说理论上呢？这还用问？本田耐展没钱拉 dyno 呗。但理论上来说，自吸的每一匹马力都很珍贵。看到这里，有很多人会问是刚刚Tail的进气气管怎么还有焊点在上面呢？实际上是抛光后留下来的疤痕。这时候又有人问了，为什么要抛光呢？这是因为进气在做的时候是依靠模具，而模具出来后呢，这个内壁会难免有些粗糙，内壁不够光滑的话，会让空气流通有所阻碍。但是当其抛光后，内壁更加丝滑，空气呢也能更快乐的被其吸入进去，从而达到更好的进气量。然后电脑一刷，嘎巴，我 VTEC 呀，我 JDM 呀。梦想是好的，然而现实一大嘴巴子给我从多罗多扇到了尼亚那加大瀑布，再把我捞出来，像搓衣一样一顿摔打揉捏，最后再把我挂在7月份的烈日之下暴晒成咸鱼。每次死火之后呢，这就像吃了某些会进橘子的某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一样。注意是每次死火之后哦，正常熄火屁事没有，只要一死火就有问题。See? It's come out the problem right away. 这到底是个咩问题呢？问了一圈之后也没有人知道，就说没遇到过。那么这个 B 问题看来还是业界的第一次遇到呢。那么死火之后扫出来的马是 P1009，前面说了换了大的节气门和凸轮轴，所以在没有上马力机特调之前，怠速是不稳定的，但开着又会死火，然后又得消马，就是在搞你的心态。别人放台电脑在车里那是牛逼，随时战斗，我放台电脑在车里是为了这 B 车不把我扔在路上。既然每次死火后都会出现 P1009， 那么这个 P1009 全称呢就是本田的 VVT 就是高转时有救，低转时省油。通常这个 P1009 会有以下几个问题：一、缺机油或者机油过期；二、VVT 或者 VCT， 本田又叫它 VTEC；三、timing chain 或者是 timing belt；四、actuator 也叫做 cam gear；五、线束问题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来排查 P1009 的问题吧。首先呢，刚换过机油，这个应该不大可能啊。那么接下来呢 ，VVT 我们就来看一下 VVT solenoid， 于是检测了一番。你的 solenoid 呢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就这个东西。最快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拆了。这个是你的引擎的侧击角。OK， 拆出来了。然后我现在手应该可以碰得到这个螺丝了。这里一个特别的螺丝，把它拆出来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做一下测试，就是这样一颗特别的螺丝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拔出来了。就是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我要看一下，测试一下它这个阀能不能动。如果能动，这个东西就是好的，稍微清理一下就行了。如果不能动，我就 GG。于是呢，我就做了这样的2根线，准备接在电瓶上面，然后把它拆下来插在上面，给它清理一下过后，看一下它中间的阀会不会动。如果是阀可以动，就代表它是好的；如果阀不能动，就记了。碰电这些东西十分危险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把它藏好，每个都藏好过后，以防它漏电。等下还要戴上橡胶手套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把2个东西都插进去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到底会怎么样吧。这个阀动不动？
哎，它在动，看到没有？也不是。VTech 呢？才在 Ricky 那换了一个新的，那也不可能啊。那么有没有可能会是 timing chain 或是 timing belt 呢？又或者是 actuator， 也就是本田的 VTC gear 呢？Timing chain belt 和 VTC gear 倒是可以一起检查，于是实在没办法，和 Ricky 一起呢重新又做了一遍 timing， 打着后还是如此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线束问题？于是重新做了一遍线。本田的地线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做好线后打着之后依旧没有好转。会不会是 ECU？ 于是从 Facebook Marketplace 花100刀淘来一个二手的 ECU， 装上后重新做系统，打着过后还是一样。What the fuck？ 会不会是电脑需要自适应学习一下？于是打着让其好好学吧。后来发现依旧不是 ，Ricky 也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What the fuck？ 那这还能是什么问题呢？难道是 intake manifold 漏 coolant 渐渐性导致了问题出现吗？于是我花了9个小时把 intake manifold 重新做了一遍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弄完过后会不会好一些，他之前遇到的问题会不会解决。就是每次熄火过后再打着，就会进入保护模式。看一下咯。首先要把这个打开过后，这几颗螺丝卸下来过后，把这个拿开，这样才有更多空间可以把它拿出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也要拆开，然后把底下的线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拆开，检查一下 throttle body， 然后把这边拿下来过后，换一个这个东西，把旁边的这个地方交上就好了。好了，这几颗螺丝全部都松掉了，这边也是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往这边推一下。推到下面去，然后可以把这上面这个东西，像这样，这样你就有更多的空间了。把这个 sensor 拿下来，从这里，把这些从这里插的地方拿下来，管子拿下来，一个一个的把这个 fuel injector 拔出来，是把上面的这个 pigtail 拔下来哦，不是把整个，像这样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几根 coolant 拿下来，记住把它堵住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这里有个 ground， 所以我只能走下面的这个东西，会比较好一点。为了不让它漏，我找了一个木塞加一个手套的一个指头的半截给它塞进去了。拔下来的时候漏了好多coolant。用的是 CDX 的节气门，所以呢，它这个4个1、2、3、4。用的是12毫米的，然后你把它松掉，就把它用手拿下来就可以了，像这样。好的，我们 ZDX 的节气门下来了，去把它放车里面，以免搞坏了。然后我们把油轨这边的拆下来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动这几颗螺丝了。这样就不需要拆这个东西，稍微偷一点懒。这里的一颗螺丝呢，你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你所有的 socket 都进不去，你只能这样把它 break 下来。这绝对是，别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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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全是他妈地狱级难度，我操！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本田的空间也这么小。这一颗，终于拿下来了！哇，地狱级难度哦！真的地狱级难度，所以看出问题在哪了吗？之前的一家，他把这2个放在一起，这样子即使紧了过后，它还是会有距离，而且并没有放那个 seal 在上面，所以它才会漏coolant。What the fuck？ 被这种不专业的这种店真的搞得真的就是很烦。我就不点名了吧，没意义，反正以后不会去就是了，让我很不爽就对了。不是 extreme Extreme 的话，虽然比较难约，但是人家技术在那里是某一家之前的 Extreme 之前的某一家，我真的不点名了。我从下午1点一直装到现在晚上10点，我终于把这些东西重装了一遍。Gasket 我也放到正确的位置了，看一下它还会不会再漏。应该不会再漏了吧？启动了，有一点点 misfire， 看看是为什么。
电脑刷一下看一下。进我的 Home Data 看一眼，没有报错啊，是不是有个30没有忘记了？我看一下。我是说为什么这个忘记了，怪不得。OK， 来试一下。Same fucking shit。但说到底，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？这真的好不了了吗？从白天想到黑夜，于是几个晚上都睡不好，想破了头都找不到原因，我彻底 emo 了呀！欲知后续如何，还望观众老爷们给个3年支持下，我会持续更新 Project FT2 系列，我们下期见。